在2012年 ，Judi Dench 被诊断出患有黄斑部病变。尽管面对了健康的挑战 ，Judi Dench 并没有放弃她的演艺事业。他自己开发自己的新的学习模式，包括在看不见的状态下学会并记下台词，用毅力对演艺事业的热情鼓舞了许多人，成为了一个坚强的榜样。嗨，我是 Sylvia， 欢迎来到时尚左脑，一起让左脑充满时尚元素。时尚圈被塑造成一个充满华丽和光彩照人的地方，人们对于时尚界的影响往往是青春活力、美好无限。同时，明星们被视为光芒万丈、永远年轻的代表，但实际上他们也是普通人，会面临生病、变老的现实问题。今天影片将透过一位极具代表性的 Vogue 封面人物，由他过去事业巅峰时期到他们现在愿意面对媒体、面对大家说出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来反思我们对于完美的重新定义。奥斯卡获奖演员 Judi Dench 的出现，打破了时尚界对于封面人物的年龄刻板印象，以85岁的年龄成为英国 Vogue 杂志有史以来最年长的封面人物。主编 Edward 表示，他是最受欢迎的公民之一。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就我自己的感觉，他是一位温柔坚毅，并且怀抱着仁慈与体贴的人。在2020年的3月份 ，Vogue 团队进行了拍摄。那时候英国还没有实施 COVID-19 的封锁措施，但是在那个时间点，其实全球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健康状况都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大多数人都感觉到不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Judi Dench 和拍摄团队的一段关于 COVID-19 影响的聊天对话，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也很感动。我稍微浓缩一下那段话哦，大意是：如果这一次使人们意识到孤独者的处境，并且激发更多人的善意，那么这将是一个小小的正面价值。因为英国的熟龄独居者以及延伸出的孤独相关心理状况，例如产生压力或者是丧失动力的情形，都成为大家关注的议题。英国政府更在2018年设立了 Ministry of Loneliness 这个部门，通过整合各种资源，鼓励那些感到孤独的人找到其他人来联系的途径。他们提供了各种资源，让人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他们有人可以依靠，可以跟他交流。总之 ，Judi Dench 和拍摄团队的一段话，更加凸显了他时时关怀着社会，待人温暖体贴。Judi Dench 生于1934年，23岁的第一部舞台剧开启她演艺生涯。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参与了很多部的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例如《哈姆雷特》、《马克白》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都获得了许多肯定与好评。后来，她的演艺事业开始转向电影和电视，维持着她出色且专业的表现。在1998年的电影《莎翁情史》，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叙述梦想成为演员的女主角奥维拉是葛尼斯·派特洛饰演的贵族女孩哦。由于当时社会禁止女性上台演出，然而奥维拉呢偷偷参加了男主角的剧团，甚至假扮成男子，还担任了男主角，遇见了年轻的莎士比亚。这段时期正好是莎士比亚他在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期间，遭遇到一些创作灵感的困境。电影描述两人有着各自的挑战，也用自己的方式在面对传统社会文化的抗衡。Judi Dench 在电影中饰演了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虽然她的戏份很短，但是每一次的出现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展现了女王的权威和威严，同时又带有一点幽默和人性化的一面。精湛的演技和角色的深入理解呢，为故事增添了更多的层次和情感，使得伊丽莎白女王呢成为了整个电影的一个关键角色，也为她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这是她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题外话，这部电影演员中还有小班以及奥斯卡影帝 Colin Firth， 回想起来真的是阵容庞大的电影，剧服也非常讲究，很好看哦，推荐推荐。大约在同一个时期 ，Judi Dench 也加入了电影007系列，饰演情报机构 MI6 的重要领导人 M 夫人。从皮尔斯·布洛斯南的时代《明日帝国》到1999年《纵横天下》，还有2002年的《谁与争锋》，再到2012年改由丹尼尔·奎格饰演庞德时代的《空降危机》。在整个庞德系列电影中呢，经历了许多变化和挑战，他的角色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长和发展。但最终电影还是决定让 Judi Dench 饰演的 M 离世。
除了 M 的离世让当时的观众不太能接受之外，其实蛮多人也在讨论庞德由丹尼尔·奎格饰演的合适度。毕竟有看过皮尔斯·布洛斯南所诠释的庞德，都应该会在换角的时候呢，觉得这个角色的人设上好像有一些调整。不知道观众喜欢哪一个庞德呢？喜欢皮尔斯·布洛斯南的，请按1；喜欢新版的丹尼尔·奎格庞德，请按2。2005年 ，Judi Dench 迎来人生重要的殊荣，她获得了授勋，成为爵士。这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表彰她对演艺事业的杰出贡献。这种荣誉通常授予对社会文化或公共服务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也是对她不断努力和卓越成就的一种肯定。就在他事业一直维持巅峰的状态下，在2012年 ，Judi Dench 被诊断出患有黄斑部病变，这是一种会影响视力的眼睛疾病。Judi Dench 受访的时候表示，他刚发病的时候视力模糊、严重退化，连眼前的盘子内的食物都很难看得清楚呢。虽然他并没有完全失明，但仍然需要依赖工具或者是改变工作方式来应对这样子的情况。尽管面对了健康的挑战 ，Judi Dench 并没有放弃他的演艺事业。他自己开发自己的新的学习模式，包括在看不见的状态下学会并记下台词。已经和黄斑部病变奋战10年的他，用毅力对演艺事业的热情鼓舞了许多人，成为了一个坚强的榜样。在这段时间里 ，Judi Dench 还积极地参与了视力障碍者的支持和宣传活动，致力于提高人们对视力健康的重视和对视障者的理解。总和来说，尽管面临了健康挑战 ，Judi Dench 依然保持了他在演艺界的卓越表现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他的故事不仅仅只是一个传奇演员的生平经历，更是一个克服困难、坚持追求梦想的励志范例呢。说到黄斑部病变，真的很可怕我最近自己也常常剪片剪到眼睛痛因为我除了平常要工作之外呢，在其他的时间就要写脚本、找素材、剪片呢，我更是一个新手小白，所以看到黄斑部病变的时候，真的是很惊吓。我上网找了一个简单的自我检查方法，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先搜寻阿姆斯勒方格表，使用方式呢，把方格表放在距离你眼睛前方大约30公分左右的距离，光线呢要清晰还有平均。那如果呢有老花或者是近视呢，大家记得要佩戴原有的眼镜进行测试。那我没有近视，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快要老花了。那要轮流先用手盖住的左眼，右眼呢看表格中心的黑点，这里有个黑点，对，然后呢重复这样子的步骤，换检查左眼。那方格中心的这个黑点呢，正常观看的时候呢，这个方格棋盘应该是要是直线。所以，如果出现扭曲或者是这个黑点有扩散的状态呢，就表示眼睛可能是有问题啦。回到这次的 Vogue 封面 ，Judi Dench 带到了2个主题：生病还有变老。这就要说啦，大家都会说男人老了是 fine wine， 女人老了是老太太，男人是欧巴，女人是欧巴桑。诸多不公平，从这些话语呢都可以窥见一二。但是这次的 British Vogue 和 Judi Dench 算是帮我们女性扳回一城啦。她所展现的智慧和魅力是非常吸引人的。受人尊重的她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故事内容，也引起我们很大的好奇。回来看看这个封面，是不是会觉得眼光被吸引了，离不开？她的妆容轻盈而且有精神。嘴唇上用的是柔和的玫瑰粉色，非常的恰到好处。眼妆的部分呢，用眼线笔增强了上眼线，睫毛呢也是只有强调上睫毛，下眼周附近呢都保持透亮，可以提升整体的精神状态，并且将大家的视线集中在眼睛的上端，可以更加显得炯炯有神。它的皱纹不需要被刻意忽视，反倒是引导读者反思的重点，对于美好时尚幻想和生活真实性的思考和探讨。活泼的短发造型搭配她轻轻的微笑，显得非常的自在。这种自在还有无所畏惧的笑容，也与当时面对 COVID-19 严峻的环境，尤其是面对60岁以上的老人种种警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我想它的封面也能给这个社会一个很正向的鼓舞气氛吧。最后，时尚不仅仅是外观的服装设计，其实更深层的部分是对于生命的坚持，对生命的关怀。
以及对于持续的相信自己能够突破困境的态度。那种由内而外展现出来的样貌，是用再多的装饰都无法取代的。让我们不管几岁，都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面对挑战，享受人生。如果你喜欢一起探讨深度的时尚议题，请按下订阅，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我会持续发布更多用有趣方式介绍服装相关小知识的影片。记得按赞、留言，还有分享给你身边不想记得自己已经几岁的朋友。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